大家好，我是飞佛秀。最近有人私讯我，问我为什么不讲那些中国人在马来西亚闹事的事。我呸！你们是不是又被 YouTube 那些白痴博主洗脑了？我不是不讲，我是要看清楚整件事，不能只看那几条烂视频就骂整条街、整个国家。你们知道2025年有多少中国人来马来西亚旅游吗？几百万，不是几千几百，是几百万啊！结果咧，你们看到网上那些垃圾视频，一个中国人闹事，10个 YouTuber 同时上传，标题写的好像世界末日一样。中国人打人，中国人不尊重本地文化，中国人抢生意，讲到好像马来西亚已经被中国人占领了。真正的情况是什么？大多数中国人来马来西亚是来吃、来玩、来放松的。他们坐飞机几个小时是来找麻烦的吗？他们来买椰浆饭、喝拉茶、拍粉红清真寺、逛槟城街头壁画、吃榴莲吃到爽。他们最多抱怨的就是哎呀，这里为什么没有支付宝？这种抱怨是对生活便利的不满，不是对国家的不尊重，懂不懂？可是偏偏有那么几个特别夸张的事件，一个中国游客在夜市吵架，一个中国网红在沙巴骂人，一个中国老板和本地人起冲突，马上被剪出来上传 YouTube， 配上标题中国人又来了，然后留言区就开始大战，他们来了我们怎么办？他们都不懂礼貌。马来西亚快完了，我看完这些留言只能摇头叹气，我们马来西亚人啊，太容易被牵着鼻子走了。YouTube 主 TikTok 短片 Facebook 影片一出来，你们就信？有没有想过那些拍片的人根本不在意真相，他们只在意点击率。有时候他们连事情经过都没搞清楚，只要视频能吓人，能激怒人，能制造分裂，他们就发，因为愤怒就是金钱。他们讲的越毒，留言越多，留言越多，影片越火，影片越火，他们的广告越赚，这就是所谓的内容生态。所以不是他们在帮你说话，是他们在利用你的情绪帮他们赚钱。有些频道甚至根本不在马来西亚，在台湾，在香港，在国外，他们拿马来西亚的画面当素材，加戏配旁白，讲得像纪录片，其实全是假戏真赚。我不是说中国人都没错，当然有闹事的，有不懂规矩的，可是哪个国家没有？你去泰国、日本、韩国也有外国游客喝醉闹事，你去新加坡、越南也有当地人打架被拍到，可是只有在马来西亚，一件小事就能被炒成国际新闻。为什么？你们知道为什么泰国不会这样吗？因为泰国政府很聪明，他们知道旅游是他们的饭碗，一旦让媒体天天报道中国人闹事，全世界的游客就会怕，不敢来了。泰国的经济靠旅游吃饭，他们比谁都清楚这点，所以他们内部处理抓人、罚钱、遣返，低调不吵，媒体不乱报， YouTuber 不敢乱讲，他们保护的是国家形象。马来西亚呢，我们这里一有人闹事，新闻先报，博主在讲，网民在骂，外国人在笑，一件事被讲30天，炒成国仇家恨，到最后损失的不是那几个 YouTuber， 是我们国家自己。因为外国人看到会怕，觉得马来西亚很乱，华人和中国人不和，连游客都可能出事，你说谁还敢来？我就问一句，到底是谁在抹黑马来西亚？是那几个中国游客，还是那几个拍片博主？现在的社交媒体很可怕，你以为你在看新闻，其实你在被选中的信息控制。他们不会让你看到那些安静、友善、文明的中国游客，他们只会推给你最激烈、最冲突的片段，因为算法懂你想骂，你越骂，系统越推，你越愤怒，他们越赚，这就叫算法政治。你们看那些 YouTuber 的开场就知道，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真相，中国人如何占领马来西亚。结果讲了10分钟，真相只有10秒，剩下9分50秒在吵架、煽情、剪镜头，他们根本不想解释，只想点燃情绪，因为他们知道愤怒比较有点击率，理性没人想听。我讲一句老实话，中国人闹事这件事不是不能说，而是要讲清楚。你要看比例，要看背景，要看整个环境，你不能拿1-2个人的行为代表全部，你不能拿一场争吵代表整个民族，你不能因为几个坏苹果就把整篮水果丢掉。如果有中国人不守法，当然要罚要抓，可是不能因为他们是中国人就特别放大。
外国人犯法就当外国人处理，不要加上国籍标签，那是偏见。就像如果今天一个马来西亚人去中国偷东西，难道中国的 YouTuber 也要做影片说马来西亚人都爱偷吗？我们会不会觉得被侮辱？人是个体，国籍只是背景，犯法要看人，不是看护照。而且你们知道吗？中国人自己也有在骂这些闹事的人，他们在微博、小红书、抖音都说你们在外面丢脸，害我们被骂。其实他们自己也不喜欢那些丢脸行为，但因为我们只看到了坏的一面，就以为全部都是坏人。就像有些人去中国玩回来说，哇，中国人很热情，很好客。也有人回来讲，哇，中国人很没礼貌。其实这两种说法都对，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各种人，你不能只挑你想听的那一种。我有一次在吉隆坡机场看到一个小插曲，一个中国阿姨走错登机口，工作人员很耐心地帮她找，那阿姨一直道歉，说她英文不好，旁边一个马来西亚年轻人还帮她翻译，大家都笑笑讲没事了。那一刻我觉得很温暖，这种画面为什么没人拍？因为温暖不火。我们要的不是更多的怒气，是更多的理解。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国家，我们见过印度人、马来人、华人、欧洲人、阿拉伯人、菲律宾人，什么人都有。可是偏偏遇到中国人，我们就容易敏感，因为语言一样，脸一样，文化接近，我们更容易代入，更容易觉得他们代表我们，所以一出事我们就更生气。这就是心理学的镜像愤怒。但愤怒不能解决问题，愤怒只会让人被牵着走。那些 YouTuber 就是靠这个，他们不是媒体，是情绪工厂。他们每天制造愤怒，制造分裂，制造对立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他们的影片才有观众。有一次，我看一个频道专门讲中国人坏事，结果有一集他讲不出料，竟然还拿旧影片重剪一次。那我就想问，如果真有这么多闹事，你为什么还要重播旧的？是不是根本没那么多？这就说明他们需要制造事件。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我讲这些，觉得我是在帮中国人讲话，其实我是在帮马来西亚讲话。我不想我们的国家被外面的人用几个视频就定义成仇中排外，我也不想我们被 YouTuber 牵着鼻子走，一看到中国人3个字就自动开骂。马来西亚的强大不是靠讨厌别人，是靠自己心胸宽。你可以骂那些违法的中国人，但不要骂所有中国人。你可以批评不尊重规则的游客，但不要骂整个国家，因为那样你就变成了另一个被洗脑的观众。有些事情不讲出来，大家就一直被带风向，所以我才要说，别被洗脑。看清楚，你手上的手机不是显微镜，它放大的不是事实，而是情绪。而情绪一旦卖出去了，你的理智就被买走了。今天这一集是想告诉大家，不要太快生气，不要太快下结论。世界不是 YouTube 封面那样红红黑黑，现实世界比影片安静多了，而安静的那一面才是我们真正的生活。所以各位观众朋友，下次再看到有人在标题写震惊，中国人又闹事，请你深呼吸一下，先不要骂，看看整段影片有没有上下文，看看是不是旧视频重播，看看是不是有人在赚你的情绪钱。不要让你的一句愤怒留言变成他们的广告收入。我们要聪明，要理性，要独立，因为这才是马来西亚人真正的风度。最后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坏的是人，不是国家；错的是行为，不是护照。真相永远比标题复杂，而聪明的人不会被视频牵着走。谢谢大家收看是是非非脱口秀。如果你也觉得我们今天讲的有点道理，请你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让更多人知道。我们不要被洗脑，我们要自己想。因为世界上最贵的不是机票，不是榴莲，是你自己的判断力。